哎呦，真有你的！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嗯，我们找到了一条从四川可以运盐过来的通道。长芦盐区太平了很多年了，那里盐储备很丰富，盐价又低。山东一带的盐区呢，销售不出本省，可是本省远远消化不了。但是反观像江西、两广、两陕这些地方，他们天然盐储备不足，盐价卖得很高，而他们的吃食呢，又都以腌制品、熏烤类的为主，用盐量很大。既然咱们要开的是盐铺，为什么不往这些地方去开呢？有道理啊。两淮的盐引子盖的那也是大清的章啊，更何况现在分省专卖的禁令已经被取缔了。正所谓行商走天下，拘泥在一个省，未免有些太局限了。我明白了，您这是要带我们做跨省的生意。他李万堂可以跨长江来收购我们的两淮盐场，我这样做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要是早有此等想法，咱们何必跟那个姓李的纠缠这么久呢？这办法早就有了。他要是不把我往死路上逼，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他。哎，我这两江总督啊都不想干了，咱俩一块儿发大财去吧。大人，您要是看完就让我回去吧，我家里还办着丧事呢，哪有您这样的？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不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儿回去，给老太太上炷香，老太太还能说我什么？您就是欺负我有本事。哎，姓古的在里头吗？哎呦，这天底下的孝子都上这儿报道来了。李家少爷，你不是过了头七才来吗？大人，我来看账。好，看吧，慢慢看。你给我待着，当差的，有，把门看好喽，把刀磨得快快的。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走，走可以，把脑袋留下。哎，你这个主意啊，我觉着好。前些日子我也上朝廷递了折子，请求修建铁路。只要是货品流通了，行商天下，咱们的人也能富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过好。这朝廷是准备建个商部，我看商部这个位置，大人，你再说下去，我现在一头撞死。我当这么一个小官，已经把我累得上吐下泻了，您还让我到京城去当官，您不如杀了我好了。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帮你做成此事，你就放我回安徽。哎呦，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这个朝廷不是做生意的朝廷，咱们和洋人不一样。你这个话有见地。不瞒你说，我跟朝廷也一直在说呀，我说咱们不能再抱着孟夫子那一套了，动不动就是什么义利之辩、君子小人之辩，人家现在都拿着枪拿着炮跟咱们做生意了，咱们还傻乎乎的跟人讲孔孟，你说这像话吗？哎，这个商部尚书那可是从一品的大员，你小子要是有福气，过不了几年，跟我平起平坐了。做到您这样的位置又有什么好啊？还不是每天忧虑自己的身家。我自问没这个信心。大人，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不，你不是。哎，行了，这是后话，现在可以不提。不过，这次整顿盐业工会，你居功甚伟，我准备把盐业工会的股份分给你2成。
你不高兴吗？啊，大人啊，胜负未定。怎么着，李家少爷，账本看完了吗？赌期只剩1个月了，你翻不了盘了。大人，我好，没看完也没关系，我已经派人抄了一份账本，送到你们府上去了。头期之前你慢慢看。过了头期，我去收账。有朋自远方来，李先生，你们请。Well,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llateral. 在抵押问题上，我们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对估价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对抵押物本身？ Estimate value or collateral？ No, we have no doubt in the. 我们对于抵押物本身并非存有疑问。李公子拿过来的60几家商铺，我们相信都是收益良好的资产。但是问题在于，里面有太多的官方痕迹。优质资产之所以被称为优质资产的原因，理查德先生来这里的这几年，想必你应该很清楚。 在大清，没有官方背景的生意，做大了无非是一头没有用的肥猪。我拿出来的这几十家店铺，背后都有官营号的参股，所以拿这些东西作为抵押，最为牢靠，最为可信。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the British Empire has the most. 在生意问题上，大英帝国的态度是最开放的。我们一直认为，商业是无国界行为。 我们曾经意图投资中国的盐业、纺织业，甚至包括粮食产业，并且帮助恢复两江的建设。你知道那些狭隘的辫子官员们，他们总是充满恶意的揣测我们会是侵入者，但事实上绝非如此。祥和洋行非常愿意帮助李先生建立你自己的盐业帝国，为此我们可以提供所有的资金，包括资金以外的帮助。什么是资金以外的帮助？
What do you mean by assistant beyond funding? Assistance beyond the funding refers to the warships and gunboats anchored in the Huangpu River. 资金以外的帮助，就是停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让他说重点。 Make the point, please. Yes. Let's get back to the point. So, if we provide all necessary funding to Mr. Li, we hope 如 that 果 Mr. 我们把 Li 这笔款放给李先生的话，自然会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和战船去提醒他们，保护了李先生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投资。 I will not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理查德先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予让步的。他认为商业的自由开放是不应该设有国界的。By the way, 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先生还想在江宁城开设一家祥和洋行的分号。 and I'm be very pleased. 他非常欢喜和总督大人做邻居。我可不愿意跟鬼当邻居。哎，这句不要翻啊。哎，古平原到了吗？派人去找了。 He's asking where the goo is here.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本都现在无法做主啊。你说李钦已经把两江盐业的一半股份抵押给了你，本都在听到他本人说之前还无法相信。即使本都相信，那么朝廷是否同意将盐业对列国开放，这个本都还得向皇上、皇太后去奏报。所以呢，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去京师，去总理衙门问问意见。 You know what? I knew before. 他来之前就知道您会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件事踢到京师去，这是大清官僚的惯常做法。啊，看见股东家没有？股东家在那儿。 我这满天底下找你，再找不着你，这总督府要把我拿了都。走吧，这两江总督还等着你呢。找我能有什么用？出了这么大的事，那些戴红顶子、喝人血的人都没有注意，指望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有什么主意？ 他怎么能干出来这种事儿？狗杂种，汉奸呢就是。不是那个意思，哎，我就是那个意思。我骂他了，狗汉奸。我给你带了2罐这么好的茶叶，你却在那里喝酒。茶水这东西越喝越清醒，不如你陪我喝酒，来，尝尝洋人送我的葡萄酒。有这种好东西，尝尝。你若是喜欢呀，我这儿有的是，我派人给你送家去几桶。那你不如再帮我介绍几个洋商。我给你介绍，我爹不得活活把我打死呀？那我不成了吃里扒外？你爹每次对付起我下手都够黑的，怎么说我也是他晚辈。要我说呀，我爹对你可够客气了，一点儿都不黑。那万茶大会，我爹花银子跟泼水似的，
好容易搭几个台子，嘿，结果整出戏让你一人唱。他那不是恨你呀，他是想生吃了你。我看你老兄这回捅了马蜂窝了，那么多的茶商，那么多的银子，全都便宜安徽茶商了。什么天下第一茶，我听都没听说过，你不跟我开玩笑呢？我爹昂首挺胸来了，垂头丧气走了。要让人说上一句哟，李100万原来也有靠不住的时候，那不会了，他不收拾你收拾谁呀？他没法交代。这安徽的茶商会怎么个意思呀？下定决心要跟李家翻脸？你爹也太狠了，2折的价格收人家的春茶，功夫钱都不够。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把话带到了算完。知道为什么让我来吗？3个字儿，找挨骂。这话倒是痛快，可不是吗？我这次来本身是打算找你好好较量一下，可现在这情况也太胜之不武了。下次等我有自己的生意的时候。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生意呢？我爹说了，等南方克复的时候，把家里的盐业生意交给我，掌管南7北6，300多家盐店。其实也不用300多家，一家就行。只要我能自己拿主意，省得一天到晚跟他屁股后头老干这种找挨骂的活。哎，你上哪儿去？找几个洋商啊，难不成真让你爹给逼死啊？你谁都不认识，怎么找啊？海关总管赫德你认识吗？祥和洋行的理查德你认识吗？上海滩，你去过吗？要我说呀，你听我的，老老实实买根绳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房梁上吊死。我拿你尸体呢，给我爹去解解气，我保证厚葬你。等你有了自己的生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慢走不送啊！昨天我刚借过他钱，想想办法嘛。我找个借口吧，不然的话他又觉得我不着调。这个时候想的倒是挺老二啊，收拾东西跟我去趟上海，我们下午就走。我去跟娘说一声。哎，哥，我还有事儿呢。什么事儿？他爹被山下赌场给扣了。怎么了？我跟老二说，别给我爹身上放银子。老二傻乎乎的，昨天给我爹塞了一把碎银子，结果怎么着？昨天晚上就没回来。刚赌场捎信来说输了500两，下午必须赎人，晚1个时辰就少1根手指头。我俩就商量怎么办。那有什么好商量的？我把银子给你，你赶紧拿去赎人。这2天我跟老二要出去一趟，白姑娘和我娘辛苦你照顾了。好，哥还是你仗义。其实我俩刚才还商量着，说怎么找个借口管你借钱呢。你什么都说。他天天打我，给他惯的。这钱啊，你跟他说，是我孝敬他爹的，啊，不是我们借的。其余的一句废话别说啊！收拾东西。顾大哥，大夫怎么说？什么时候能醒？先生说他不肯醒。不肯醒，不肯醒是福气啊！我就没这福气了。以后你照顾他，多跟他说说话。我说什么？你告诉他，
他还怀着李成的骨血，以后还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他没资格死。我就这么说。不然呢？我都死了好多回了，我照样也爬回来了。你说把这艘船买下来要多少钱？这我哪知道？洋人就是因为有了它，才在我们的江面上横行霸道。我们的商人呢，还在窝里斗，斗得还不亦乐乎，真是无趣。哎，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那安抚使要是不想当，你让给我当2天呗。给你个店你都看不好，还安抚使呢？你看我自从当了这个官以后，有好受过1天吗？一会儿上了岸，咱们先去拜访海关总管赫德。你干嘛？这口比我还正。我们赫德大人受朝廷恩宠，主管我大清海关。他的儿子好科举都有功名的，那八股文写的，主考官都拍案叫绝呀。你说那猴崽子真是个举人，看他考下一场了。吴先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啊，赫德大人，我想请您约祥和洋行的理查德先生出来，我想认识他一下。你认识他干什么？此次合肥大捷，安徽今年茶叶丰收，地方上都等着这笔钱呢。茶农要支持家用，官府要慰藉流亡，朝廷上也希望地方尽快的恢复元气。可是这理查德先生今年1两安徽茶都不收啊，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买卖这个事儿，本就是双方自愿的。理查德是个商人，他隶属东印度公司，他若不买，你也不能拿帽子去压他呀。那我总不能原路回去吧？这样，无论如何，请您约他出来。要是谈不下来，算我无能。你今儿还真来巧了，他正在我后花园喝茶。不过，我要告诉你啊，这人你可得罪不起。So technically, the whole ship was looking at me, and it was so funny. And I was like, what? Why? Oh, look at these guys. Probably Ladies, asking for more money. If you'll excuse us. Ladies. 这位就是理查德先生。This is Mr. Gu, represents the Anhui tea merchants. He came from his hometown. 理查德先生，我想知道为什么您对于安徽茶今年选择1两都不收了？有问题吗？我是代表安徽茶商会来的，我想知道这其中的原因。我和金市的李万滩先生签了专属合同，我只从他手里买茶叶，是不是安徽茶和我没关系。你们的诊断也和我没关系，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们也不用一开始就这么剑拔弩张吧。这安徽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的产茶大省，李万堂他可以选择舍弃，您舍得吗？很大一笔生意啊。买卖虽好，我也不能得罪我的合作伙伴。大清有18个省，少了一个，无所谓，这是结论。结论。还有，你不要找其他颜色，太
大新律法禁止中国人私下里和异样人做买卖的。我劝您话不要说得太满，我可以再给您一个机会。机会？什么机会？让我坐船回英国？Oh my God！ 信不信我给您打个赌？我赌你们一定会后悔。哎，哥，你别斗气嘛。托了船长问你有何贵感？你问问他，这艘船卖吗？